嘿，大家好，我看到您点开了这支影片哦，感谢大家帮助我们成功吸引到了更多人的兴趣。我曾经有过，你曾经有过，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场重要的考试或比赛中，自己已经全力以赴，但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于是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我的小伙伴，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失败。如果有人期待的是超级纯粹的东西，很抱歉，并不是这样的。失败是一件相对于成功来说主观的事，每个人对它的定义都不一样。托马斯·爱迪生对失败有个有趣的看法，他说：“我不是失败过10000次，我是已经成功的找到了10000种行不通的方法。”这个定义是基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期望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有时候我们会让外界参与其中，比如朋友、家人为我们定义失败。尽管我们对失败有不同的定义，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开始失败的感觉真的很糟糕。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改变我们对失败的看法，减轻失败带来的刺痛，让失败为我所用。一，失败是伟大的老师。社会真的很重视成功而忽视失败。想想那些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的完美生活，尽管那些并不能提供任何深度的知识，因此看上去这对任何人都有好处。根据麦德森和赛德进行的一项研究，失败可能是生活中最伟大的老师。研究发现，从失败中获得的知识比从成功中获得的知识持续的时间更长，往往更有影响力。这在亚特兰蒂斯号和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飞行中得到了充分证明。2002年，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造成了损伤，但这并没有妨害这次任务。因此，在事件发生后，几乎没有跟进或调查。1年后，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飞行过程中，航天飞机的另一块类似于亚特兰蒂斯号的碎片脱落了，但这次灾难接踵而至，导致宇航员死亡，航天飞机遭受重创。这一悲惨事件引发了一项重大调查，并提出了29项建议，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灾难。从本质上讲，失败可以被看作是学习的另一种方式。2. 失败教会我们善待自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由源源不断的成功组成，所做的或尝试的一切结果都能从天而降，所知道的只有富足、财富和舒适，就永远不会把自己从深渊中拉起来，或者努力改善自己。如果我们从未真正体验过失败的艰辛，就会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就不会往那方面想，只是随波逐流。失败促使我们重新评估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我们是谁？该如何定义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善待自己，践行自我同情，不基于物质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评判和自我肯定。要学会接受自己，因为自己才是自己的核心。自我同情的强烈倡导者克里斯汀内夫博士在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在考试失败后进行自我同情的学生将继续为未来的考试更加努力的学习。3. 只有经历过失败才有可能成功。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同样，通过经历失败才会对成功有一个更好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的积累会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什么可能行得通，什么可能行不通，而成功就是建立在这些认知上的。正是这种认知，让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成为了今天的运动明星。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9000多次投篮没有投中，我输过的比赛几乎有300场，有26次大家都确信我能投入制胜的一球，结果我没有。在我的一生中，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这就是我成功的原因。4. 失败并不总是真正的失败，知道吗？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最具突破性的发明，是在发明家们研究完全不同的东西时发明出来的吗？其中包括强力胶、微波炉、起波器，甚至青霉素。基本上，发明家们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但考虑结果，这些真的还能称之为失败吗？5. 失败是旅程中的一站，不是终点。面对失败时，通常并不意味着结束。失败是一种真实而普遍的经历。然而，除非有极端情况，失败并不是终点，这是人类状态的一部分。
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会为我们在未来取得成功做好准备。有过在线购物的经历吗？那可能听说过阿里巴巴集团的联合创始人马云，然而他的成功之路也不是什么童话般的黄金大道。在一次公开场合，他讲述了自己一生中多次失败的经历，包括唯一一个没有在快餐店找到工作的申请人，当酒店服务员被拒绝，申请哈佛大学10次，每次都以一声响亮的拒绝收官。马云表示，这些失败的经历都为他日后成为首席执行官做好了准备。失败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虽然当时感觉不太好，但做些改变，并调整看待问题的角度，可以帮我们把失败变成一个攀爬的支点，而不是一块阻碍前进的巨石。然而，我们也明白，有时当面对生活中的失败时，可能会变得软弱无力，可能会狠狠地打击自己。现在知道了，触底反弹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寻求专业帮助，这样就可以继续向上发展。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一定要点赞，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一如既往，感谢收看，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